我真的好想買房子系列套房暴跌，現在買會被套牢嗎？先說結論如果你是自住的需求，你要買還是可以買啊，但如果你是置產的需求，就要多考慮一下。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桃園可負擔住宅在闖三毒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套房還能買嗎？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房價修正誰先倒？套房跌最重，公寓跟跌，唯獨這類住宅還能撐盤。那內容是這樣在政府打房以後，根據內政部實價登錄統計的資料，近一年全國的公寓、電梯大樓還有套房的價格呈現明顯的分化怎樣的分化情況？來，你看我畫線的地方。那我把它念一下這個圖表在講說，套房平均單價年跌 9.4%， 成為跌幅最大的住宅產品。公寓年減 3.3%， 反觀電梯大廈不跌反漲，漲了 0.4%， 你看吧。我之前就說，如果你是置產的話，公寓跟套房先再研究。現在就出現這個問題，這個就是房地產在交易量變淡的時候，甚至還不是真實空頭。我們不會說現在房地產是空頭嘛，因為價格都沒有明顯的下修，可是部分產品就會率先反應那我先說如果你手上的那間套房或是公寓，你不是急着要用錢的話，還是可以繼續持有，因為現在正是考驗你對房地產信心的時候。楊金龍楊總裁都說信用管制到此為止，不打房了嘛。然後在這個6月18號央行理監事會議叫做一切照舊維持，然後會做滾動式檢討就這樣。那他既然沒有要繼續打，那你沒事也沒有必要去把房子賤賣掉啊，除非你又要拿去做股票，對不对？那你才有賣掉它的理由嘛。所以你要知道為什麼套房會先被幹掉。那我們來討論一下說，為什麼套房崩得這麼快，一年可以崩快 10%，這很扯呢。以房市這麼堅挺的狀況，套房產品可以說是血崩了。那為什麼會這樣你想一下，套房這種東西本來都是誰在買？置產客啊，而且通常是什麼？新手置產客，就是他手上的錢不夠大，然後就想說買個小套房當小房東這樣。好，所以就是經驗不足，然後看到政府打房，好可怕就賣掉。那另一種就是資深的置產客他們怎樣？他們看股市很好，就隨便賣掉一兩間套房把錢套出來拿去存那個，比方說0050或是去跟台積電輸贏到底這樣。因為套房它就是收租嘛，那他也認為說套房事情又多不如我放台積電放0050，我就固定領錢，不會有什麼租客半夜打給我的問題。好，那他為什麼會願意便宜賣？因為他早期取得他成本超低的呢就是賺多賺少而已，少賺一點就賣得掉，跑得快，那他的錢就會想要趕快拿去其他地方嘛，比方說現在的股票市場，所以你才会看到說現在套房都崩了那其實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嚴重。最後你要知道公寓咧公寓還可以留嗎？那我們講完套房以後來講公寓，因為現在空頭的時候就是這兩個第一，交易不受青睞然後第二的話，買方真的要買，他會跟你大砍特砍就對了。那你手上是電梯大樓的話，你就繼續留那公寓能不能留？好，那就要看公寓要看什麼？看地段。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如果你是蛋黃区的老公寓還是很香，價格還是相當堅挺就不用擔心這些。尤其台北新北的老舊公寓蛋黃區的會有什麼情況？有都更的潛力啊那中南部你說要買公寓來等都更，可能要你兒子女兒50-60歲的時候才會在他手上開花結果。那需要擔心的是哪邊？是蛋殼或蛋白的老公寓。為什麼差那麼多？因為銀行不喜歡如果你今天是老公寓，可是在哪邊？在捷運東門站旁邊，那你要怕什麼？這地段超級好的吧？只要你條件不要太差，那你要貸滿8成沒什麼問題。但如果把這個公寓的地段換一下，我亂講屏東風港，我未看先猜，你跟銀行說要貸款要買這間公寓，不是貸不到8成要不然就是建價是遠低於成交價的。所以就算你想要賣貴一點買方看一看，哎呀算了我就只能貸這樣要準備那麼多錢，那算了，我去買別的地方別的產品你就沒有漲價的空間會變成這樣。就是你外圍蛋白蛋殼的漲幅公寓的漲幅是誰決定的？銀行銀行好不好貸款來決定的。所以要講結論了就公寓跟套房現在能不能買？自住的話你當然是想買就買啊。那個民生社區那個金華街
那邊公寓根本是天價，為什麼還是有買方學區啊？所以你有需要你要用得到，那你愛買就買自住就是這樣，自己開心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浮雲都不要理別人怎麼講。但如果你是要自產的話，看地點，蛋黃區優先啊。那如果你手上有老公寓或套房，不着急用錢的話，你也不用現在賣啊，你等房市變熱，你再趁亂賣掉不就好了？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討論了套房還能買嗎的這個問題。那我先跟你分享，根據內政部實價登錄的統計，近1年的房市套房跟公寓慘跌，電梯大樓微幅提升。那我最後的結論是，如果你是自住需求，套房或公寓你想買你就買啊。如果你要自產的話，套房就先不要公寓要買在蛋黃只要你現在不急着用錢，不管你手上有什麼，都先不要急着賣，等房市变熱再來賣就好了。你現在賣你也不好賣啊。那最後我想問你，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一間遠低於行情的套房出現，它不是法拍它也沒什麼問題，它也沒什麼狀況，這個可能是人家繼承到然後就亂賣那遠低於行情行情的話，假設這一間附近蛋黃區嘛這一個區域都要1800萬的公寓，結果這一間不知道為什麼1200就要賣已經確定它沒有什麼問題的話，你要接手嗎？A 要，這時候進場才撿得到便宜。B 不要，現在接刀太危險，我等房地產落底再說。C 不要我抱着電梯大樓就好。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套房套房這種東西，我說明一下，就是說套房它天生有一個現象，它也不是優勢也不是劣勢，它就是現象。這現象是什麼？就是它總價低，對不對？你套房你怎樣，你總價就是比2房低，比3房還低嘛。好，那一些就年輕的自產的他就會去考慮套房這種東西，而且一脈相承，你知道，他可能北漂這個中南部的小孩，然後到台北，他一直也是租套房來住，所以套房他栽他就覺得說好像也沒什麼不好。當他自己自產的時候，他會想要自產在套房，這很合理，非常合理的事情不然套房的買方都是誰？好，可是現在時代遊戲的版本已經不一樣了，你知道。現在你還去買套房？套房我們又知道嘛，那個權狀15坪以下，那銀行貸款就會被打槍，會不會有一堆有的沒的問題？所以現在中南部有一些新的建案，他在蓋1房1廳，他就是會故意把權狀拉到15點多，甚至是16、17權狀17那你室內可能也是8、9坪這樣，這種產品就是要讓你過那個15的好貸款的那個線。可是你自己看，你這樣子是不是加一點？那你一樣是準備2成的頭期款，你可以上2房了呢。那你真的有必要去做套房嗎？新的套房。好，那套房我這樣看起来最危險的事情是什麼？也不是日後賣不掉等等的問題，最麻煩的地方在於說，你好不容易可以自產，那你去買了一間套房，會形成一個什麼現象？它在消耗掉你現在珍貴的首購貸款8成息位。這個有聽明白嗎？就是說現在我們每一個自然人每一個國民身上的首購我們先不管新青安也是8成嘛你首購你第一間房貸的8成的這件事情很珍貴非常的珍貴，結果你用在套房那我會說很浪費一律建議直上2房。
那你用在套房會發生什麼事？來，第一個，它很可能權狀不到，所以它不能貸款8成，所以它變成可能貸款6成而已。哦，你等於自備4成。那因為總價低，所以你又覺得說自備4成好像也可以。可是你明明拿去，你再加一點哦，那你可以去上2房的東西，正2房的產品。結果你現在在套房這邊哈，只貸到6成，結果你就消耗掉了你可以貸款8成的這個席位，這是很浪費的事情哦。所以我真的是認為套房就是這裡很麻煩。好，那我上面講的都是雙北哦。如果你在台北市或者你在新北市，你又要自住的，那你選套房無可厚非嘛，就是低總嘛。那像有觀眾朋友來問啊，他選了2個還3個地方的新案子都是預售然後請我挑，一定要選一間。我一看都是套房，我就跟他講我都不要啊。他說沒辦法，而且他自己要住而已。套房的話他可以接受，但他就是要新房子。OK， 好，一定要選一間的話，這種情況之下你去做這個套房叫無可厚非。但如果你今天是自產的狀況，你選套房真的是很浪費了。除非你在台北市、新北市，你很確定你這個劇本就是 work， 那你就去做，否則一律是直上2房才合理。你要物盡其用，你知道，你一個人就是一輩子就是8成了，首購就是8成一次而已，你當然要把它發動在你所能夠到的最大的坪數身上。OK， 好，那我們鏡頭一換我們換到中南部尤其是我們高雄這裡。那你首購資格怎麼會用在套房？當然不會嘛，你首購資格當然用在3房平車嘛，中古的嘛，3房平車啊，然後權狀都可以到40幾坪啊，因為它有那個車位嘛那你說那中南部的套房怎麼辦？怎麼買我告訴你怎麼買。套房現在看起來都是自產比較後期的人在做的，套房還是有套房的買方，不是說就是說窮人在買，沒有自產的人也會買套房有些人你說套房管理租客麻煩，他管了一輩子了，他就覺得也還好，沒大家說的麻煩，他就會去做嘛。好，中古的電梯套房高雄市就是蛋黃區媽一大堆，還有多少？還有300萬的以下的。那請問我會讓他去吃我的首購8成席位嗎？不會嘛。第一個他也貸不到8成第二個用在這種總價上太浪費了。所以我說他是自產比較後期的做法是什麼？就是說今年快忙完了這個公司有賺錢，他身上有一點現金的情況之下，看有多少他就直接去買一間套房然後他早就已經是什麼第3屋第4屋了，所以他要再去銀行做房貸，銀行也不理他的情況，那他怎麼辦？現金買現金就是買斷一間套房，然後愛整理不整理隨便弄一弄以後又出租。 OK， 好，就是用這種方式来存錢，還是有這個市場。所以我會說在中南部你真的要做那種中古套房就是等你3屋4屋5屋以後再說，都是用現金買的現金買前提就是你本業要強嘛那你不要再亂搞一些什麼有沒有掛式然後極限操作。好，那你本業強的情況之下，你現金把套房買斷，你等於是把錢存在這個房地產裡頭，存在套房裡頭，蛋黃區的電梯套房好像也沒什麼問題，對不對你當然說有這個錢我為什麼不投0050？好你1年前為什麼不講這句話？那是還不是現在股票強起來了，然後大家來說那時候要投0050，所以這東西無法預測就是有一些很穩健很保守的，他就是會放套房嘛，他就存到一筆錢也不多200-300萬就放就這樣那這種人他長期自產下來變成他身上10幾間套房我都見過好幾位。我說幹嘛都做套房？他說我就啃身上有我就買他也沒那麼啃發現他今年賺一賺的錢有到1500萬，沒那麼多。那1500萬的話，我說那你還要去買套房？他說如果有那個錢我也不要我也要去放那個3房平車就是等於是他放錢的地方而已。然後他覺得管理很累之後要怎麼樣？之後套房也會漲套房漲起來是蠻猛的，真的是蠻猛的。這是我的那個同學的案例他在高雄買一間套房，那個是中古電梯道，很中古啦，你看了你一定該叫。好，可是他買160而已160，然後那個套房蠻大的嘞，那個套房室內就11坪的蠻大的套房，就套房有個大空地，也不知道他幹嘛這樣好，他買160，然後後來就一樣有人跟他買他賣250，你說這都160、250是小錢，你要不要算一下趴數算那個百分比，那很誇張好，所以說套房也是有人在做存錢在做。
那中南部的話，千萬不要去消耗掉你珍貴的首購貸款機會，結果你去買套房。以上這就是我的建議。